乌特勒支是米菲兔的故乡，我一直以为是日本结果我来荷兰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米菲兔是来自荷兰。这边米菲兔，我记得应该是全荷兰最便宜，因为阿姆斯特丹买的话应该会再贵1欧，那在乌特勒支买就是便宜1欧这样。然后他就会为米菲兔穿各种不一样的衣服，像这一个，它就是梵谷的画。这个呢，应该是海牙的一个现代美术馆，因为它的配色是这个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国立皇家博物馆里面的其中一幅画，然后它就是这个米菲兔，就是代表了这个东西。大只的米菲兔，看一下多少钱？要30欧，有点贵。然后这边可以有它的各种不一样的衣服。可以帮他换不同的衣服。我来买一张明信片，因为我写明信片给我朋友的时候，我发现圣里耶西的 Ellen， 因为他很喜欢蜡笔小新，所以我就送他荷兰版的非常受欢迎的卡通人物。联系你的明信片会是其中一张。今天在乌特勒支参观一间博物馆，叫做音乐钟博物馆。这边是进来音乐钟博物馆的内部，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我现在在其中一个展间，它是 Royal Room。刚进到了这一个展间，看到里面的时钟，上面的风格，我只能说4个字：金碧辉煌啊，各位！这张图展示谁制作时钟跟收藏的人，应该是这样。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，这些时钟会由西方的皇室，然后带到中国，送给中国的王朝。因为这些时钟就是代表着财富的象征。然后在满满的图里面，我只认识一个人，这就是乾隆。皇上。这间博物馆它10点半开始，每1个小时都会有那个专人导览。我觉得我非常建议参加，一定要参加，因为像很多乐器这些音乐钟，旁边有一些线，那个都要就是专门的导览员才能让那个时钟能够发声，而且那些其实音乐都很优美，所以一定要听，而且那是免费的。来 Holland and Barrett 买个东西，又要花钱了。我昨天在街上闲晃的时候，然后就看见他们的那个面膜在买1送1，所以我今天就来逛。因为这边的那种片状式的面膜没有那么好用，所以我就想说来买一个涂抹式的面膜。这个呢我很推，这是那个瓜牛霜，
这个是那个擦脸的，我有买，然后它冬天真的一罐就够了，非常滋润，然后好吸收。重点是它用完之后，你隔天肌肤不止弹润，重点是还有那种白白嫩嫩的感觉。然后这个眼霜我也有买，如果想在荷兰的药妆店买的话，这个记住这个瓜牛图案，我很推，而且他们很常特价。我跟我同学一人一支，要花钱就一起花，绝对不能单独买。这家饼干店是卖一些里面有含草的成分，非常好吃。如果想要来尝试一些荷兰特产的话，请到这家，它在运河的对面。第二家纪念品店来买一个我朋友指定要的东西。我上次到这家纪念品店有买他们的明信片。我今天主要是来买马克杯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非常迷恋这个器官，然后上次他指定说他要这个纪念品，所以我今天就来这边买给他。来到乌特勒支必访，今年开的新的奶茶店 Dynasty。这家店的他们的那个饮料的菜单设计的超好看的。因为我觉得它整个画得很精致，然后也有它除了饮料之外还有背景，很赞。Miffy 在这个充满满东方价值的店，居然毫无违和感，完美融入。OK， 我们点了2杯饮料来了，我超爱他们的设计，整间店都超级有质感。然后这个蓝不知道什么东方蓝还是什么蓝，反正就是非常好看的蓝。然后我刚刚跟这边的老板小聊一下。然后他就说，这边的装饰像这些木头，它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的，都是那种真的古董。难怪我上次来，我觉得这边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精致，不像是这边西方会产的东西，原来是海运的。这一杯真奶已经要7欧了。但我觉得还蛮值得的，因为反正我就是小聊天，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老婆是台湾人，然后他是中国人，然后因为他老婆是自己想要喝真奶，然后就很坚持要把那种台湾味开到就是荷兰来，所以他们用料东西都算是蛮精实的。那确实它的茶味是真的很厉害，我觉得如果是开台湾我也会买。然后它的珍珠呢，当然也就是非常的有嚼劲。所以呢，我觉得，而且这里是这家店，就是 Dynasty， 在整个欧洲，我目前喝过的甚至是几十家的真奶，它排名绝对有前5名，前段班的资优生。马上热腾腾来测这一支泥膜，最近的皮肤状况还 OK， 但这边下巴有些小痘痘。因为最近超市的洋芋片在特价，我就买了几包，很好吃呢。OK， 涂抹完毕，然后这个就要等15分钟再把它冲洗掉。那我们15分钟后见。我刚把泥膜冲掉了，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敷这种保湿补水型的泥膜。跟我在台湾敷的面膜，我觉得体验上还是有差。那因为在台湾敷的面膜都是一包里面就是满满的精华，就这样敷在脸上。那这个泥膜它稍微就是敷一个很滋润的东西，然后有点像是用成膜的感觉，然后去提供养分嘛，就为你的肌肤补水。敷完之后我觉得也不错，但是如果今天是泥膜跟面膜给我选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面膜，因为我觉得面膜它的感觉是真的把这个就是精华真的压到你的皮肤，然后让你的皮肤真的有那些养分都吸进去。那目前我觉得我对这个泥膜的评价呢，就是有点介于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